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6月8日，在 The China Brief，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实时通讯。习近平亲信盟友在第4层级的斡旋作用。第4个层次共2个人，分别是来自习近平籍贯陕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际和来自上海的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这2个人在习近平进入北京之前，与习近平没有工作上的交集，本不是习近平的嫡系。与习近平的前2任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沪宁甚至与前2任总书记形影相伴，是他们的撰稿人。但是在习近平执政的前10年，这2位前朝老臣为习近平做了大量的工作，赢得了习近平的信任，在中共20大上留任常委，党内排名也得到提升，但是实际权力确实下降了，没有上面2个层次的常委权力大。前文提到，上面2个层次的常委相互之间代内矛盾和代际矛盾密布，难免激化或破裂。本届常委中第4个层次之中的2位老臣，主要责任就是当矛盾有激化和破裂的倾向时，出来调和平息。举一个调和矛盾的例子，中共20大闭幕式上，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要翻文件夹，坐在胡锦涛身旁的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栗战书在做劝阻解释工作时，坐在栗战书旁边的王沪宁也帮助做了解释工作，不让胡锦涛打开。但是当工作人员劝离胡锦涛时，栗战书曾想起身相送，被王沪宁从后面偷偷制止。王沪宁所做就是调和矛盾，避免激化。相信未来5年，第4个层次中的2位老臣也会做得不错，让常委之间斗而不破。另外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人事布局既然引发了矛盾，为什么又要安排调和矛盾的人呢？这是因为7个常委是一个团队，3个宰相拉车，沿着习近平指引的方向前进。为了防止某一个宰相大权独揽，3个宰相要互相牵制。如果哪个宰相如果不好好拉车或牵制其他宰相，又要用纪委书记李希这根鞭子去抽。当然，宰相之间的牵制要有个度，不能拿匹马倒了，影响拉车。李希抽鞭子也不能用力过猛，防止把马车抽翻，朝局不稳。一旦内斗过度，就需要老臣出来调解矛盾，息事宁人，避免矛盾激化。当然，暂时调解好之后，大家接着再缠斗。用哲学的术语讲，人事上这样布局，依据的是对立统一的思想，团队里个人之间都包含着矛盾性，通过斗争保持对立关系，通过老臣调解，矛盾各方又保持一定的统一性。这样一个动态过程，可以保证朝局和工作都朝着习近平希望的方向发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讲，这样的人事布局体现了阴阳和合的思想，确保习近平是所有利益冲突的最终仲裁人。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韩国誓言支持其芯片行业。路透社，随着中美紧张局势的加剧波及半导体行业，韩国总统尹锡烈将该国内存芯片行业的竞争描述为全面战争。在与行业人士会面后，要概述了一系列确保韩国领先地位的措施，包括扩大研发、支持小型企业和建立芯片测试设施。三星和 SK 海力士依靠美国技术和设备生产约 40% 的韩国芯片出口，而中国占三星 NAND 存储芯片产能的 40%。日本抗议中国军舰进入日本海域。路透社，在2艘中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船只进入屋久岛和尖阁列岛附近的日本海域后，日本对中国表示强烈关注并提出抗议。中国船只还试图接近一艘日本渔船。台北称37架中国军机进入其防空区。卫报，台湾在发现37架中国军用飞机飞入台湾防空区后，于11月22日启动了防御系统。中国将民主管理的台湾视为自己的领土，并定期在该岛附近部署空军。台湾启动了陆基导弹系统，并派出自己的飞机和船只监视入侵。一些中国飞机已经飞到台湾东南部，并进入西太平洋进行空中监视和远程航行训练。贝莱德表示，投资者在经济放缓之际重新评估中国配置。彭博社，贝莱德的菲利普·希尔德布兰德表示，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意味着投资者需要重新评估对中国的配置。经济增长放缓也可能导致投资下降。希尔德布兰德警告说，你面临着非常重大的人口挑战，这必然会导致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大幅放缓。这些额外的风险可能导致投资者减少配置。随着当地市场暴跌，中国投资者涌向日本 ETF。彭博社，在国内市场表现不佳的情况下，中国的散户投资者正在迅速买入日本股票。随着日经225指数创下30年来的新高，追踪日经225指数的日本交易所交易基金的资产在5月份增长了100%以上，而中国沪深300指数下跌了5.7%。华夏野村日经225 ETF 管理的资产较4月底增长近300%至人民币2.13亿元和2980万美元，而易方达日兴资产管理日经225 ETF 管理的资产激增236%至人民币1.71亿元。我们预计中国股市的回调将加速资金流入日本股市。瑞穗证券的策略师表示，尽管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关系紧张，但日本公司治理的改善和通胀的部分复苏使其成为世界上表现最好的股市之一。而中国经济复苏慢于预期，几乎没有回升迹象。中国共同基金将终止实时价值显示。彭博社，中国监管机构已要求该国的共同基金公司停止实时公布其估计净资产值，以防止投机性日内交易，并隐瞒可能加剧恐慌性抛售的信息。由于投资者对经济复苏步履蹒跚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增无减感到恐慌，中国股市暴跌后不久，该法令就发布了。众所周知，鉴于市场由经常使用共同基金进行投机的个人投资者主导，当局担心市场出现剧烈价格波动的风险。中国酷热难耐，但煤炭价格仍有下跌空间。彭博社，由于供应强劲和需求疲软，中国煤炭价格已跌至2年多以来的最低点。该燃料目前在秦皇岛港的价格为每吨772元人民币，108美元，低于2016年底的845元人民币。中国煤炭运销协会表示，本月价格可能跌至每吨600元人民币以下。产量增加和进口下降加剧了供应过剩，而库存增加和制造业活动下降导致需求停滞。TikTok 今年寻求高达200亿美元的电子商务业务。路透社，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称，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正在寻求扩大其电子商务业务，目标是今年的商品销售额达到200亿美元。该平台希望通过扩大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来实现这一目标。新规出台后，中国基金经理的审批数量直线下降。日经亚洲，截至5月，中国允许注册的私募基金经理 PFM 数量从139家下降到仅2家，因为更严格的监管针对 2.9 万亿美元的 PFM 行业。巨海创投和浙江金投鼎信私募基金都满足了新的注册要求，实收资本为1000万日元，140万美元，而之前的规定为200万日元。除此之外，新规则规定所有 PFM 的高级关键经理必须至少有5年的相关经验。PFM 不仅需要应对不断增加的监管要求，而且还面临着充满挑战的运营环境，因为越来越多的公司从不断缩减的投资者群体中追逐资金，而且他们的基金端有大量的退出积压。中国国有银行降低存款利率以提振经济。彭博社，应政府提振经济的要求，中国4大银行已将存款产品利率下调至少10个基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同意3年期和5年期存款利率分别下调15个基点，年化活期存款利率下调10个基点。批评人士表示，在一个理财产品投资已经很高的国家，降息有可能导致资本外逃。科技股偏重的中国股指触及3年低点。彭博社，由于对中国经济、价格竞争、加强出口管制和对医疗保健的担忧，以及对一系列医疗产品客户群的担忧，中国创业板科技权重指数已跌至3年低点，下跌 1.6%。有迹象表明，随着中国与美国脱钩，医疗保健、可再生能源和科技领域的乐观情绪正在消退。然而，易方达创业板交易所交易基金是2023年在岸中国持股中最受欢迎的基金，仅2018年就有 26.2 亿美元流入该基金。记住一场中国一直试图抹去的大屠杀。纽约时报，在北京大屠杀34周年之际，纽约时报专栏文章警告否认此类暴行的危险，并指出中国试图改写历史，并从记录中完全删除对大屠杀的任何提及。1989年，当中国军队向和平抗议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开火时，导致400至80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34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企图改写历史，否认发生过此类屠杀。
后疫情时代京东新战略，小品牌，低价商品。南华早报。中国电子商务平台京东创建了一个100万供应商网络，以吸引低端市场的消费者。该计划标志着京东传统模式的转变，后者专注于严格控制供应商的选择，包括知名的全球和国内品牌。通过吸引规模较小的卖家，该公司将面临来自竞争对手阿里巴巴集团和拼多多的更激烈竞争。分析师表示，为了在与这些竞争对手的竞争中取得成功，京东必须为其平台增加更便宜商品的供应。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增幅最大。CNN。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23年1月至2023年5月期间，俄罗斯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 40.7%， 达到938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进一步数据显示，自2023年1月以来，中国对俄罗斯出口额达429.6亿美元，同比增长 75.6%。俄罗斯已成为中国在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贸易伙伴，因为与大多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下降。这帮助俄罗斯缓和了它在入侵乌克兰后被排除在全球经济之外的影响。周小川表示，中国在全球债务减免努力中应该有更多发言权。南华早报。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呼吁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免努力中发挥更大作用。周小川曾表示，中国应在相关多边安排中拥有更大发言权。中国是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单一债权人。然而，西方国家指责北京在不顾环境影响的情况下积极寻求能源和原材料，并进行债务陷阱外交。疫情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产生了影响。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3w.6dobrief.com